麦叔叔的菠萝香芋派也被我复刻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好几年看见大牛在买那个麦当劳那个什么菠萝派吃呢。不能吧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天天买，那还了得？不就是菠萝和香芋派吗？复刻它，既然复刻，还得进行一番研究。尺寸、外壳、内馅，简单。先从内馅开始，咱自己做肯定选凤梨，因为它比菠萝甜。好甜啊！那做馅儿的话，需要切成小丁。多放点白糖，杀出水分，挤个柠檬进去，防止变色氧化。大火煮开，转小火，炒到粘稠，有点晶莹剔透的时候啊，加薄淀粉水，瞬间就变成黏糊的酱啦。简单吧？尝一下味道，对不对？比原版还好吃了，怎么办？对比看的话，它淀粉多，我菠萝多亮。那香芋口味也差不多的做法，今天也给它一并安排了，切成小丁，加糖加水煮开，再煮3分钟。薄淀粉水里啊，加1勺紫薯粉调色，颜色一样啊。芋头千万不能煮烂，紫淀粉水浇进去啊，再煮开，煮粘稠了对比看看。妈呀，要不要这么像？2个内馅搞定，该皮了吧？它的皮啊，一定不是酥皮啊，因为它炸出来是这个样子，用烤箱烤的就更不对了，口感是酥不是脆就不对，所以我猜一定是面粉版，应该跟薄脆的原理差不多。揉好的面团，用工具给它轻松的变成面片，测量原版是12×5，咱复刻主打一个严谨。那一沓派皮搞定，拿一张4周刷水，馅放中间留出4边，再拿一张盖上。先轻轻捏住口，再用刀背用力压一下，压紧，再把不整齐的地方切掉，一个菠萝派皮就做好了。那香芋的也就是一样的啦，很快就搞定了2大盘，这比彩虹糖简单太多了。拿去冰箱冷冻就可以烧宽油啦。如果我就这么直接放进去炸，那必然会得到一个不太像的。原版的泡泡可是破掉皮的，幸亏我没这么做。聪明的我又调了一个泡泡面浆，在冻硬的派上这么刷上一层，这样放到180度的油锅里，再听着这滋滋啦啦的声音，我就知道我做对了。果然我是有复刻天赋的。好多泡泡啊！这一下它能实现水果派自由了吧？就不会天天出去买着吃了吧？对比看的话，外表没啥差别吧？真像啊！掰开看的话更没区别。要说差别，那就是我的菠萝更多，味道的话不是我吹，自己做的淀粉少果肉多更好吃。再看看香芋味的，哎呀，哪儿都一模一样。这个口感啊，就是我的香芋味更浓，不那么甜。还剩点馅儿，还能给它做2杯喝的。菠萝酱挂个杯，放点珍珠和凤梨丁，冰块养乐多，再加点气泡水，最后小青柠点缀，清清爽爽的搭配着派，简直完美。芋泥就可以跟西米牛奶搭一杯啦。现在啊，看看它能不能吃出是我做的。你看得出来哪个是我做的吗？有你做的？这谁看得起？照就完了。啊，绝配！妈妈，你看。哎，你哪来的苹果呀？隔壁送的。妈，这新下的苹果能做个苹果派吗？苹果派可以做啊。喂，小胖，待会儿记得来我们家吃苹果派啊，我请客。我请客呀？那行吧。苹果派2个苹果哪够啊？还请客？幸亏这几天淘特优惠多，我刚买的花牛苹果个大红润，最爱它的绵软沙甜。既然请客，也不能只有苹果派，高颜值又简单的苹果塔也安排上。先拿一部分切成丁儿，炒个果酱芯儿，加糖炒软，再调个薄薄的淀粉水，浇进去翻拌2下，芯儿就做好了。孩子们都对麦叔叔的派尤其喜欢，在家用方形手抓饼就能搞定，一张饼正好可以做2个，切齐边角，刀背压好封边，拿去冰箱冷藏定型。苹果塔就不需要削平的苹果薄片了，先去个核，再切成最薄的片。这薄厚不均，为什么不用工具呢？这不就轻松方便多了？开水烫一下，待会儿好卷玫瑰花。我开包装啊，下来倒是靠牙齿。苹果塔就需要圆形手抓饼了，我家烤盘有点大，那就再用方形围个边，底部再用叉子戳些洞洞，再把剩余的苹果酱铺满一层，红艳艳的苹果片该上场了，一圈圈码进去，最后就围成了一朵大花。丢烤箱里，剩下的咱也别浪费，还可以卷点小玫瑰，也放烤盘里，调整下花型入烤箱。这个时间冻好的苹果派正好可以炸了。没错，麦叔叔的派是炸出来的，这出锅的相似度也算是极高了吧？口感也是极其相似了。跟麦叔叔的一个味。哎，好像是我们家苹果。这怎么解释？你小子整个苹果树都给我薅秃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说人家送你什么呀？我们家有俩，这我们还没。这一看就是我们家苹果做的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些不够赔的。我的企鹅！你小子以后不能这样啊！烤箱里还有苹果塔。
你看刚好烤好了，等我再筛个糖霜。你看这个，这口感跟颜值比苹果派更胜一筹吧？还有一口一个的小苹果花呢，一面是甜甜的苹果，一面是香脆的酥饼。哎，你不是说请客吗？最近我多了很多新朋友。等会儿啊！说你又不听，这样，分享啊！这块吃完了，没少分享。那我再做一些去分享。幸亏鸡胸肉我常备着的，肉类我喜欢多洗几遍，洗干净，切大块，再丢料理机里，跟左边这些材料一起打成泥，自制般熟熟的鸡块。还有个秘诀，就是它。土豆处理好，上锅大概半个小时就能蒸熟了。同样压成泥，再与鸡肉泥合2为1，比例大概2比1。这个做法嘛倒是不难，做多了也蛮累的，做少了吧够折腾的。终于全部卷好了，放冰箱冷冻，冻好取出切成厚片，依次裹上蛋液和面粉，6成油温，小火炸到金黄就 OK 了。口感嘛，吃起来会更嫩一些。啊，什么时候做好啊？别着急，哎，我也来拆一个。上支付宝送麦当劳，这啥意思啊？哎，你怎么把每个都咬一口？这怎么分享啊？看吧，